大家好，今天是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马年开工的第一天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是终于可以赚钱了的兴奋，还是看着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开门红红包、精致的办公桌摆拍，还是心里隐隐升起的一种莫名焦虑？特别是这一天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奇怪的氛围里，见面要寒暄，明明不熟也要装作很亲热，打开手机全是别人光鲜亮丽的春节总结，去了哪里旅游，买了什么新车，发了多少年终奖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攀比马拉松，发令枪刚刚响了。如果你也感到了一丝疲惫，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，心就累了，那么这期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今天我想聊聊，在这个充满噪音的马年开工日，我们如何用极简主义的方法论，结合中国古人的大智慧，给自己的心消消磁，换一种活法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大部分人的开工焦虑来自于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出了问题。我在最近读到的极简主义资料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喻，叫 gilded cages， 镀金的笼子。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。我们拼命工作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金光闪闪的笼子。我们赚钱去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，为了去讨好那些我们根本就不在乎的人。我们以为这叫上进，但这其实已经把自己关进了笼子里。这让我想起了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过的一句话：知足者富，强行者有志。现在的职场攀比大多数是属于强行者，就是勉强自己去追求别人眼中的标准。而老子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富不是你拥有了多少那个镀金笼子上的金箔，而是你内心的知足的状态。马年了，大家都在祝你马到成功，但作为一匹马，如果你的眼睛被蒙上了眼罩，只知道为了那根胡萝卜跑，那是驴。哪怕跑得再快，你也只是在拉磨，而不是在奔跑。极简主义的第一课就是卸下你的眼罩，问问自己，这个笼子是我真的想住的吗？除了物质上的攀比，开工日最大的消耗其实是人际关系。各种饭局、团拜，为了合群而不得不说的场面话，这些都在吞噬你们的能量。极简主义的核心理念里有一条振聋发聩的话 ：Love people and you things, because the opposite doesn't work。爱人惜物，因为反过来永远行不通。但讽刺的是，在现代职场中，我们往往都搞反了。我们是在利用人，把同事当成资源，把社交当成工具，同时我们又在爱物，把情感寄托在职位、薪水、办公桌的大小上，这怎么能不痛苦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中国古人庄子早就给出了最高级的极简之案：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淡不是冷漠，而是清爽、干净、无负担。真正的极简社交，不是让你谁都不理，而是让你把精力和爱留给真正重要的人，而对那些泛泛之交保持如水一般的礼貌和距离就可以了。今天如果有不想去的聚餐，试着礼貌拒绝；如果有不想参与的茶水间的八卦，就戴上耳机专心做事。人际关系的极简就是把取悦别人的时间拿来取悦你自己。我们从小都被教育的故事是 tax to riches， 从贫穷到富有，让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叙事逻辑。但是那个著名的极简主义者 Rim， 他在成为了所谓的成功人士，拥有了多位数的年薪、豪车、豪宅之后，他并没有感到快乐，反而陷入了巨大的抑郁。为什么？因为多余的物品抢占了注意力的宽带。当你的生活被填满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会窒息。这和庄子说的虚室生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虚室就是把房间腾空，生白，光亮才能照进来。我们的心其实也是一个房间。如果开工的第一天，你的心里塞满了去年的遗憾、今年的 KPI、对他人的嫉妒、对未来的恐惧，那么智慧之光
是照不进来、映不出去的。极简不仅仅是扔掉桌上的垃圾，更是扔掉心里的垃圾。在这个马年，我建议大家做一个精神上的断舍离，不要再执着于我要拥有什么，而去思考我可以放下什么，放下对他人的期待，放下对完美的执念，放下对掉队的恐惧。当你的心里空了，你才能装下真正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既然是马年，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那匹千里马，不是那匹在赛场上被人拼命的抽打、拼命冲向终点的马，而是那匹老马识途的马。你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道路在哪里，不紧不慢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。开工第一天，愿你物欲极简，不为笼子打工；社交极简，不为面子而活着；内心极简，趋势生来，吉祥之至。不要去比谁跑得快，要去比谁心更安，因为心安即是归处。我是Teresa同学，如果这期的内容有1秒钟触动你，欢迎订阅